妈，女儿给您奉茶。好。妈，请用茶。安华，你现在已经是薛家的人了，既然你叫我一声妈，就等于是我的儿子了。往后妈说话有什么不中听的地方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不会。那我就直说了啊，薛家姑爷不好当。既然你娶了秀妍，你就应该明白树大招风，人言可畏。或许你会觉得对你不公平，但只要你洁身自爱，谨言慎行，那些爱说闲话的人也逮不着机会说你，是不是？难道昨天我跟齐真的事，他全都知道了？记着，身为薛家的姑爷，不管你到哪儿做了什么事，总会有许多眼睛替薛家盯着你。妈可不想听到一些不愿意听到的流言蜚语。我指的是什么，你应该明白。我明白。明白就好。来，快起来吧。我现在正式宣布，油坊暂时交给安华打理。妈，你把油坊交给他，那我呢？昨天婚礼上，我跟您都白说了是吧？儿子啊，你没听清楚吗？妈说了，是暂时。什么是暂时？1天还是1个月？只要你有长进，妈随时可以把油坊收回来交给你，就看你有没有心思好好学了。其实，你真该感激安华，他是在帮你守住事业。哼，夫人，车和祭品都备好了。安华，我记得你提过，你师母待你恩重如山，就像你的亲生母亲一样。你现在成亲了，是不是该带着秀妍回去祭拜，好让她知道你娶了一门好媳妇儿，也好让秀妍顺便看看你生长的地方，多了解了解你。妈，你想的真周到，谢谢妈。谢谢妈。好，快去快回，油坊还等着你张罗呢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冬儿，让车夫慢点儿。是，夫人。切，你又去哪儿？我还能去哪儿？回房睡觉。你口口声声说接掌油坊，现在安华不在，你不去看看？换件衣服就去嘛。刚刚安华的脸色不太对劲儿，难不成昨天拦住喜队的女人，真的跟他师母有关？夫人，夫人，杜吉良和他少爷找上门来，说是要找姑爷算账。薛夫人，张安华在吗？请您让他出来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女婿安华哪儿得罪你了？让你杜少爷不顾身份，拿着棍子上门兴师问罪。薛夫人，云山若有冒犯之处，还请您谅解。但这件事情是我跟赵安华之间的私人恩怨，恕我无可奉告。你们都下去。是。杜少爷，你跟安华之间的恩怨，是不是跟一个女人有关？你们的事我听说了，她是谁？赵安华的未婚妻。原来安华家里还真的有一个女人。薛夫人，请您把那个忘恩负义的人交给我，我今天要替齐真好好的教训他。俗话说，打狗还要看主人。安华现在已经是我们薛家的人，就算他做错了事，也应该由我这个主子来教训他。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薛夫人，赵安华娶的是您的女儿，您又能怎么处理呢？而且处理的结果，我相信对齐真是绝对不公平的。那你又打算怎么处理？难不成让安华一纸休书把我女儿休了不成？这么做对我女儿有公平吗？
薛夫人，我敬重您是长辈，也敬重您的为人，但这件事情您真的不合适插手。对不起，得罪了。赵安华，你给我出来！杜少爷，赵安华，你别嚷了，我们姑爷不在家。别拦他，让他进去找。杜少爷，我们姑爷真的不在家，他跟小姐出远门去了。撤！带着秀妍回去祭拜师母。唉，我拿什么脸去？师母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带秀妍来祭拜您，但我实在是身不由己，请您原谅我的不孝，对不起。师母，虽然我没有来得及跟安华一起孝顺您，但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替您照顾安华，让他有一个温暖的家。景色依旧，人事已非。齐真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秀妍，一路颠簸，你也累了。前面有茶楼，我们去喝喝茶，歇一歇吧。好啊。秀妍，我在附近有个朋友，我去打个招呼，很快就回来。安华，哎，茶来了！安华，哎，小姐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安华要去看什么朋友呢？走得这么急。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于大婶，负了奇珍，于大婶，还有脸找你听我说呀！上门来！走！于大婶，我知道我对不起奇珍，但我求求你，让我去看他一眼吧，就一眼就好了。我上哪儿去找他，让你看一眼啊？什么意思？他离开这里了？他呀，让你逼得急着要嫁人了。嫁人？她要嫁给谁啊？想娶她的人多的是，可她却得了失心疯，偏偏要嫁给那个痞子傅振家。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到了，这就是我家，进去看看吧。来。啊！快来人呐！救命啊！站住！快来！站住！你这爱签到的，我断你手指头！让你别赌，爱签到的。哎呀，他不就是去赌个钱吗？值得你拿刀砍他吗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没事吧？来，往里面走，走，走啊！来，看一看。哎，老王，美女，来，你听我说。老王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能喝呢，就不要喝那么多。好了，来，快坐下，晒晒太阳，晒晒太阳就会清醒了。漂亮啊！你乖啊。老王，我们这儿住的都是性情中人，不拘小节。走，那边走。来。一会儿聊啊，一会儿聊。不这样，问题我，这耍什么滑呀？一会儿聊啊。谁知道？来，齐珍就在里面啊。不好意思啊。来，在这儿。到了，这里就是我家。
这个你也知道，一个男人呢，他没有娶老婆，这个家就不太像一个不太像一个家，你说是吧？启真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启真，你的样子怪怪的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我这儿？这里挺好的。你不嫌弃？太棒了！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贪图荣华富贵的女人。我真的是走运了！你们看什么呢？副镇家，你从哪儿弄来这么个漂亮女孩？是啊，你从哪儿骗来的呀？我告诉你们，这次你们可别门缝里看人，把我傅振家看扁了。她是我傅振家的女人，再过2天呢，就是我的老婆。怎么样，羡慕了吧？哎呀，怎么可能看上你呀？你不是人了，也配得上他？就是。你们不相信是吧？哎呀，不信，绝对不信，启真，来，来，哎呦，真漂亮！启真，麻烦你告诉他们，你是不是心甘情愿地跟着我的？是不是？你说啊。哎呦！真的，嘴巴张这么大干什么？没话讲了是吧？啊，这是真的，这回没骗我们。对呀。喂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？给我留点面子嘛！你这小子，这次真走运了，准是你墙上的这些祖宗替你积的德。这还差不多。这么美丽个媳妇儿，是不是要请我们大家喝喜酒啊？放心，这顿喜酒绝对少不了你们的。但是礼金记得要多包一点。包的礼金，你好拿去赌，是不是？呸！你说错话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该罚。罚你去拿酒，然后你也别笑我罚你去拿菜。你们哥几个好好庆祝我取得美人归。哎，走！哎，走！哎。奇怪了，不是说去打个招呼就回来吗？怎么会去这么久？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小姐，要不要我去外面找找姑爷啊？不必了，姑爷肯定是有什么事要处理。我们再等等。是。姑娘，是你？你怎么会来平西镇？我陪我丈夫回来祭祖。你成亲了？那天见你心情不好，没有告诉你。恭喜你了。谢谢。你心情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啊，我也快成亲了。你要成亲？你未婚夫良心发现，回心转意了。太好了，你终于可以守得云开见明月了。恭喜你。不是他。什么？不是他？那你要嫁给什么人？这么仓促？难道是你家里要逼婚，还是？是我自己决定的。你自己决定的？要嫁的那个人你喜欢吗？婚姻可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那么轻率地把它当儿戏呢？没有感情的婚姻，可是会让人痛苦一辈子的。你不会是意气用事吧？一定是，姑娘。你可千万不能拿一辈子的幸福当赌注，为了一个负心汉，随随便便的找一个男人嫁了。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但是我要选择什么样的男人，
过什么样的日子，我自己知道。你知道？那我问你，你要嫁的那个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？你对他了解多少？他真的值得你托付终身吗？人总是需要一些运气的，可是老天爷不给我，我能怎么办啊？我只能拿自己去赌，赌输了，是我的命，是自己的选择。姑娘，啊，你要是真的关心我，就祝福我吧。好了，不要说我了，说说你吧，为人妻的感觉怎么样？你丈夫对你好吗？他对我很好啊，我相信我的选择。嫁给他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。真让人羡慕。我就说你心地好，会有福报的。你别丧气，你只是遇到了一个不对的人。你这么好的姑娘，老天爷一定会眷顾你的。是吗？嗯。可是这些对我来说，已经不重要了。啊，不打扰你了，你还是快回去陪你丈夫吧。他去拜会一个朋友，还没回来。你别急着走，我们边聊边等他。一会儿我介绍你们两个认识。不了，我不想破坏你们新婚的喜悦气氛，下回吧。启真，豪门大院住不惯了，堂堂的薛家姑爷跑到我这种小地方来做什么？于大婶说，你要嫁给那个痞子傅振家，是真的吗？别忘了，我跟你已经毫无瓜葛，我要嫁给谁，你没有资格管。对啊，我是没资格。可是看你这样糟蹋自己，我能视而不见吗？傅振家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比我更清楚。他曾经把你卖到妓院去，你不担心他哪天赌输了又把你给卖了吗？他如果再把我给卖了，那也是跟你学的。你为了钱能把自己卖了，难道傅振家为了钱就不能把我也卖了？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你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压在一个痞子身上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曾经把自己一生的幸福压在你身上，结果呢？你让我遍体鳞伤。赵安华，你未免太自私了。你能选择娶一个富家小姐做老婆，难道我就不能选择嫁一个痞子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嫁定他了。启真，如果你是为了报复我，你可以打我、骂我，甚至杀了我，但是你不能拿自己的幸福做陪葬。启真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要嫁给傅振家好吗？你不能嫁给他。你省省力气吧。我看你还是把你的心思花在怎么讨好那个薛家大小姐身上，免得有一天你这个薛家姑爷的身份丢了，那你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走吧。启真，你出去！我告诉你，我马上就是傅振家的妻子了，我不方便跟一个男人单独在一起，万一要是被别人看见了，会说振家闲话的。傅振家，傅振家。不是我吹牛，这次我傅振家根本没使半点力气，这个美女就要嫁给我了，还是她主动的呢。你们说这次我是不是走运了？啊，傅振家，你图了便宜还卖乖，跟我走。走，你走！打人！快，你站住！不要跑！让开！让开！站住！别跑！傅振家，你给我站住！往哪儿跑？进去！不关你们事啊！谁进来谁倒霉！傅振家，你什么东西？你
凭什么娶齐珍？你不配！我不配，那你就配吗？你抛弃她去娶有钱人家的小姐，现在有什么资格跑到这边来说我不配？我呸！你不撒泡尿自己照照，陈世美，你这个痞子，为了还赌债，可以把齐珍卖到妓院里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我不准你娶齐珍，我不准！你不准？你凭什么不准我娶齐珍啊？你搞清楚这件事，这是齐珍自己主动上门来，我没有拿刀拿枪去逼她。要劝你去劝她不要嫁，你不要只敢跑过来找我出气。嘿，你平常只会用鼻孔来看我，今天你吃了瘪了吧？啊，太棒！齐珍总算为我傅振家出了一口气。傅振家，你很清楚自己是块什么料，你吃喝嫖赌不务正业，他跟着你会受苦的，你们没有幸福可言的。你这话太可笑了。他跟着我就会受苦，难道跟着你就会享福了吗？赵安华，你知道吗？你给他只有负心，只有背叛。为什么齐珍会心甘情愿地嫁给我？那是因为他知道我再怎么差也强过你。好，就算是齐珍自己要嫁给你，那是因为她跟我怄气，她会后悔的。你们真的没有幸福的，我求你了。这一点就不劳你操心了。我傅振家什么都不会，就是会哄女人。齐珍的幸福就包在我身上，我保证会让她乐不思蜀。傅振家，你别害她了好不好？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的话，我拜托你放过她。哎呀，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由不得我的。今天如果我不娶齐珍的话，她又会哭着找不到新郎了。不，这种赵安华干出来的缺德事，我可做不来。你放尊重一点。齐珍就算没有人可嫁，也轮不到你。轮不到我，那难道就轮得到你吗？赵安华，你搞清楚，你可是一个有老婆的男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到这边来多管闲事啊？其实我娶齐珍呢，也算是帮了你一个大忙，解决了你的问题。照理说，你应该包个大礼，感激我才对。废话少说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放不放齐珍？不放。在你眼里，我不过只是只癞蛤蟆嘛，送到口的天鹅肉，我怎么可能不吃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哦，当然了。如果有一天我发现齐珍是你穿过的破鞋的话，我有可能还给你，但是你得赔偿我的精神损失。我打你个臭嘴，胡说八道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走开！哎呀，起来！站住！让开！别走！傅振家！打！你再打！再打！嘿嘿，我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要忘了，你是薛家的姑爷。要是让薛家大小姐知道你为老情人过来打我，嘿嘿，薛家不把你休了，我跟你姓。就是啊！哎呀，你快走吧，别小叫呢，快走，快走！这你不客气，知道吗？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走！走！你不客气，走！去！哎呦！哎呀！我流血了！停车！杜少爷，你还记得这根棍子吧？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你会善待齐珍，给她幸福，可结果呢？才多久时间，你就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我看你今天看到这根棍子，还有什么话说？我违背了誓言，我无话可说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情愿受罚也要辜负齐珍。你真是个负心汉！我打你这个负心汉！我打你这个负心汉！你既然不能爱齐珍，你当初为什么要跟我抢？齐珍为了你自愿嫁给那个大痞子，你误了她的一生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一定要替齐珍讨回公道，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打吧，打死你！重重的打，或许这样能稍稍减轻我心里的愧疚和痛苦。打死你！杜少爷，我拜托你，帮我劝齐珍别嫁给傅振家，别让她毁了自己一辈子。
你还担心他会毁了自己的一辈子啊？你要是真的关心他，自己去找他呀，你自己去劝他呀，你去呀，你去呀！我劝过了，可是他恨我，他不听我的。你不一样，你的话他会听的。去劝劝他吧，我求求你，你去吧。你傻呀！他要是会听我，他当初就不会抛弃我跟你走了。赵安华，你还不明白吗？现在除非你离开薛家，回头娶齐珍，不然她嫁给傅振家是嫁定了。离开薛家，你能做到的，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。你太令我失望了，赵安华。算了，既然齐真要的你给不了，那你给我听着，以后请你控制你自己，别再去见齐真，别再刺激他了。如果事情那么容易解决的话，我就不需要那么痛苦了。姑爷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安华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们回家再说。你现在已经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了，以后出门在外要格外小心，免得招惹是非。好了，你先休息吧。安华受伤了，怎么回事？妈，安华今天在大街上遭人打劫，所以忙你的去吧。哦，坐。杜少爷出手也太重了。他今天白天来找过你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追究你和他之间的恩怨。但是如果那些恩怨伤及到我女儿的话，我就不能装作不知情了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不管你之前有什么纠葛牵挂，我希望你到此为止。安华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，该怎么做，你应该明白。好好休息吧。齐真，玉坠呢？玉坠呢？奇怪，我的玉坠呢？掉哪儿去了？我的玉坠呢？你在找什么？没什么。哦，安华这么在乎这个玉坠，我能私自把它藏起来吗？我是不是应该把它主动还给安华呢？秀妍，妈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我睡不着，又怕吵着安华了，所以出来透透气。安华，他对你好吗？妈，您怎么突然会问这个？安华对我很好啊，大家都看在眼里的。现在你跟安华已经结婚了，你们是不是快生个孩子给妈抱抱？
妈，这种事情急不得的。你不急，妈急呀。俗话说，成家成家，有了孩子才算个家呀，也才能拴住男人的心呀。我跟安华很好，不需要用孩子也能拴住他。感情再好也有淡的时候。再说，安华是入赘我们家，一时半会儿他很难有归属感，唯有给他生个孩子，落地生根，他才能真正把这儿当自己的家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那就好，早点睡吧，啊。妈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妈为什么会突然提醒我，让我抓住安华的心呢？难不成妈知道我和安华没有同房的事情？还是妈知道了一些别的事情，却故意瞒着我？安华今天下午到底去哪里了？他受了伤回来，会是和这个玉坠有关吗？赵安华，这件嫁衣本来是要为你穿上的，可是你却背叛了我。既然你不在乎，我又何必在乎自己？哼，我就是要为傅振家穿上它，为一个谁都瞧不起的大痞子穿上它。我一定要让你看到，让你感到内疚，让你痛不欲生。我一定要让你痛不欲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对他还有感觉？我应该恨他才对啊！他伤我伤得这么深，我不应该再为他心痛。刘启真，你怎么这么没有出息？你后悔了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这是何苦呢？谁跟你说我苦了？我一点都不苦。你为什么还是这么固执呢？为了报复赵安华，嫁给傅振家，你以后怎么会幸福呢？我会。我只要看到那个负心的人因为我而更痛苦，我就会快乐。启真，婚姻不是儿戏，更不能感情用事。你随随便便嫁给一个痞子，不是耽误你一生吗？你们怎么都说傅振家不好啊？只是大家不给他机会。我们结婚以后，我会帮他改变的。别自欺欺人了。傅振家是什么人，全镇上谁不知道？他会改变，那死人都会活过来了。启真，你听我一句劝，别糟蹋自己，不要嫁给那个痞子，好不好？谢谢你的关心，我心意已决，你就不要劝我了。所有明眼人都知道你嫁给他是作践自己，请问我怎么可能不劝你呢？不要说我们曾经定过娃娃亲，就算是普通朋友，都不能见你往火坑里跳啊！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是好是坏，都与你无关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这就是我的命。什么命不命的？我不信这一套。好，如果你非要嫁人，那你就嫁给我吧。我是认真的，启真。与其你嫁给傅振家，不如嫁给我杜云山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？我不配你跟我说这句话，我伤你伤得那么深，按理你应该恨我才对啊，甚至看到我被安华抛弃了，你应该笑话我才对啊。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娶我？
你难道想让我一辈子在你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吗？不是的，齐真，我从来没有因为你逃婚而怪过你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你离开了赵安华，你就永远不会开心，所以我没有自私的把你留在杜家，你知道吗？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既然安华负了你，你就可以回到我的身边，让我用一生的时间来照顾你，给你幸福，好吗？不，我不能，我不能。为什么不能呢？如果不是他赵安华，你早就是我的妻子了。我配不上你啊！当初我逃婚，闹得满城皆知。如果现在我再嫁进你们杜家，那所有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你？我不能太自私，我不能太自私。我不管，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他们怎么想，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，我在乎的只是你的幸福和快乐，齐真。你不在乎，我在乎。我得为你们杜家的颜面着想。云山，我求求你，不要再给我添乱了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不要，我不要什么颜面，我只要你。我求你了，让我照顾你好吗，齐真？我是认真的，我求你了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请你回去吧。我真的唯有离开薛家，才能阻止齐真嫁给那个痞子了。唉，我如果这么做，那不是太对不起秀妍了？姑爷，这芝麻炒过头了吧？哎，姑爷，芝麻怎么又炒糊了？倒掉。啊，你又心神不宁了，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累了吧？先去喝杯茶吧。谢谢。你对我还是这么客气。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？夫妻之间是本该相敬如宾的，但有的时候你太过拘于小节，会让人觉得是一种距离，是一种生疏。如果我让你有这样的感觉，很抱歉。可能我还没有习惯这个新的身份吧。也许你一时还没有适应身份的改变，但是你成为薛家姑爷已经是事实了，那你就必须去接受它，去习惯它，甚至尽到这个身份该尽的责任和义务。就像那些磨芝麻的石磨，在它们被雕琢成石磨之前，它们也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。一旦它们被雕琢成石磨，那么它们就注定要担负起碾磨东西的责任和义务。这也是它存在的价值啊。如果它们不磨东西，那又和它们未雕琢成石磨之前有什么不同呢？是啊，人活着都得尽本分。虽然这一切并非出自我愿，但我终究还是得面对它。秀妍，请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想办法，尽快做好我应该做的。想办法？我不要你勉强自己，我要的是心甘情愿的你。心甘情愿。
上次穿上嫁衣，为了安华，我不顾一切地逃了婚。这一次，也是为了安华，却是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嫁了。老天爷，求求你告诉我，这次我还有机会逃吗？太美了啊！你一定不是人，你是仙女，是老天爷送给我傅振家的仙女。你为什么一看到我就这副表情啊？有事吗？有，大事哦。今天我去巷口找那个算命的，那个瞎老头跟我说，刚好明天就是黄道吉日，仙女，你明天就嫁到我家来吧。明天？嗯，这么快？快！你嫁衣都做好了，我也想办法弄了身新郎服来。现在万事俱备，我们不成心等什么呢？啊？担心嫁妆问题是吧？我看这些破铜烂铁的就免了吧。我吃点亏，将就下酒，没事。你该不会后悔了吧？你帮我个忙，成了，我明天就跟你走。你跟我谈条件啊？什么事？你说。你去通知赵安华，让他来参加我的婚礼。恍惚之间，谁偷走了黑夜，让心情如此难眠。虚幻的风拂过秋叶，仿佛是你的流言。隐隐约约，耳边话已走远，怅然中只剩思念，烟尘往事如水中月，虚幻缥缈于人间。女人心难测难懂又难分，能为爱舍弃如花般的青春，宁愿手牵百劫恨。